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当阳，这身后是一条巨大的河流，在河流对面一座山上面呢，有几十个洞穴。一般我们看到这些洞穴啊，想到的就是崖墓，因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些大山上面很多这样的洞穴啊。那这里的是否也是如此呢？现在呢，我已经坐在船上面了，这个是手摇式的那船，就是划船呢，不是那种机动船。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山洞，就是洞穴，大概要半个小时。当然是机动船就很快，不过呢，机动船快就是非常吵，我不太喜欢，所以这次呢就选择这个手划的这个大姐划门过去。如果是夏天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人在这里钓鱼，挺好玩的。现在已经不会划了。这大冬天还有人把车开到河边来钓鱼，这证明是非常喜爱呀。洞穴就在前面，问了一下这位大姐，总共洞穴是有18个，里面呢有大有小，并且呢有好几层。在四川和重庆长江两岸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洞穴，有一些是崖墓，有一些呢叫蛮子洞，有人居住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像这些比较隐蔽的洞穴，有时候土匪也会来这里居住，在这里盘踞。这个地方是叫百宝寨，按考证是属于盐屋，就是有人居住的。经过了40分钟的航程，我们终于到达这个山洞的脚下面。现在呢，就准备去里面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这后面就是洞穴的入口，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门，长方形的，大概是1.5米左右。我们等一下还得弯着头进去。那里面呢，就可以说是别有洞天。大概数了一下，是18个洞，而里面呢却不止18个房间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洞穴的里面，它也是四通八达的，从这个门进来，然后往这边一直是贯通的。一般在崖壁上面开凿的洞穴，它里面呢都会修建一条通道出来，就供大家通行。我们之前看了很多这种山洞，里面呢是比较平整的，而来到这里发现凹凸不平，4个面都是如此。有2个因素，一个就是说他们修建这个山洞的人财力不是那么雄厚，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赶工期，就是紧急情况下那个用了较短的时间把它修建起来。它这个洞穴跟我们之前参观的很多都不一样，它这些通道啊口非常矮小，也比较窄，因为它可能是完全是为了防御性的，而且呢还有台阶，所以走在这些地方必须要低着走。这是我们进入到第2个房间，这个房间跟我们看到的第1个又不一样，这一块是平面，然后那里呢有一个凹进去的洞穴一样，走过去看看。这个非常深呢，大概有1米多，明显的看到上面有很多凹槽。那其实你如果把木头放在上面，再盖一个木板或者盖一层石头，就变成了一个收纳箱、藏宝箱一样。在这里早期的话，当时的地主修建了一个洞穴，它主要是用来藏粮食、藏财宝，就放在这种里面。我们说这个地方早期是地主为了躲避土匪而修建的一个洞穴。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跟我说，你不要经常说地主，因为在古代呢没有地主这个说法。其实这些粉丝也说得对，我之前也解释过这个地主的由来。地主的说法主要是我们现代啊为了好称呼，所以就说地主。其实在古代，地主的叫法呢是叫做乡绅、员外、老爷这些，在古代是没有那个地主的。大家看影视剧也知道啊，某某老爷、某某员外。而乡绅呢，在古代是统治阶级，就是那些官员对这个下面的这些一些有实力、有财力的人称之为乡绅，也就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基础，就是士绅、乡绅。因为在封建王朝啊，皇帝的旨意或者朝廷的政令只到达县一级，那县下面的全部是由当地的那个家族自己来管理，
在古代，一个乡绅、一个老爷，他是一个家族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家人几口。在古代，打个比方说，姓张的，那在这个村落，比方说在百宝寨，他就是有几十个家庭组成一个家族，并且呢，在这下面呢还有很多佃户。打个比方说，张三是地主，那李四是周边的佃户，就是租这个张三家里的人来种，所以一个家族非常庞大。那他这周边的所有事情，就是由这个张三家族的族长来处理。所以说，这个地主呢，在古代是没有的，不能混淆，只是为了我们现在方便而更好的一种称呼。又是一个很狭窄的，胖的人都可能过不去。那么在古代来讲的话，可能胖的人也真不太多，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。那到了这边，又是一个很奇特的。我们说它这个洞穴有好几层，那从这里到上面呢，就是有个通道。当然，这个是现在景区为了大家游览方便放在这里的。那么在以前，这里时不时是有楼梯在的。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有土匪过来，它这个楼梯就可以撤走。那么大家是爬不上去的，因为如果你弄个大的石板、木板，放一些石头，不可能推得上去的。所以为什么它会设计2层？那个下面这一层相对来讲就是为了防护用的，而当时的地主还有后期的土匪，他们大部分人居住就在这个上面。我们现在就爬上来，这里也很难爬，爬到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了。我们刚才说拿个木头或者压在这里，其实呢，它整个这个空间呢都可以压在这里。我们一来到这个地方，它的空间就非常大。现在呢，就来第2层看看他们的布局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特色。按照资料记载以及当地村民的介绍，这个洞穴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具体是谁建造的无从考证，但是大概是几兄弟，就是一个家族。他们为了躲避土匪，就是战乱的时期而修建的。因为战乱的话，财产和安全无法保证，从而呢，他们就在这个崖壁上面建造了这些洞穴。因为这个地方算是在大山里面比较隐蔽，一般人也发现不了。在古代，这个河水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你没有船只是过不去的。当时战乱的时候，土匪很多，他们就把财宝转移到这里来。如果土匪真的来了，就核心人员会躲藏在这里，里面呢可以说四通八达。你看，它这里修建的也很有意思，一个这样的洞穴，在里面呢还有不一样的，又是一个藏宝室了。地主家里财产很多，那么他自然而然呢很多东西就平时一般储存的比较好。这里早期有人说是衙墓，就是因为看到这些，但是经过最后的考证，它这个地方还真不是。来看看这些房间的细节，有凹槽，有洞，那么这里当时有横梁，进一步呢就是阁楼形式，因为地主家里有很多东西嘛，肯定藏在这里了。这个墙壁感觉有点像壁画一样，这个石头就非常有特色差不多30个房间，算是把这一座山基本上都掏空了。他们这些地主也好，土匪也好，真的是很会选择地方。因为早期属于地主居住的，后面土匪发现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来到这里生活聚集。这个地方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，因为旁边就是一条大的河流。而且呢，这个石洞比较隐蔽，在河流的侧边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呢，他们才会选择在这里开凿石窟，在这里躲避土匪。后面呢，土匪聚集在这里，是不是有点绕口其实就是一代一代人生活的区别。这边人越来越多的话，它自然而然就会被大家发现了。那这个房间又是有很多横梁，而且呢，它这个顶部看到像一个斜坡，这是我迄今见到这些山洞唯一的一个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因为整体这边修建感觉是很粗糙。那么我猜想起来，一开始也说了，
是不是这个五兄弟他们这个家族财力没有那么雄厚，或者是说他们没有拿出那么多钱财来修建这样一个躲避的场所？他们觉得那土匪是迟早要走的，修建这样一个山洞呢，没必要花费大量的那个人力物力，只要能够暂时用一下就可以了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这边里面的布局啊非常巧妙，也是很奇特。在这里还发现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灶台。他地主也好，土匪也好，生活在这里肯定要那个我们说的吃住嘛。这个灶台应该是挖掘这个洞穴时期就有的，因为灶台跟墙壁的那个痕迹啊，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如果是后期修建的灶台的话，它布局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它这边的那个所有的房间呢，你看都是有台阶形式的。那么那边最高就是家族核心人员居住的，因为在封建社会啊，等级观念很高，那么地位越高的人在深处，那么住的也是越高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设计理念。我其实一直也有一个疑问，他们当时那个怎么开凿这样的洞穴？你看这里这么大，怎么把它挖出来？我看了很多这种洞穴啊，他们在中间都会有一个房间呢，留一块这样的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？我现在也搞不清楚。他们的宽度，基本上都在1米左右，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这里又算是一个复式了。横梁在这里，下面的话又是2层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猜一猜以前是干嘛的？我猜想啊，有可能是家里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他就在这里值班。下面呢，就是地主家里的那个重要财产了，因为不会弄一个横梁出来，下面又挖空的，这个是很少见的。30多个洞穴，我们也只能简单的看一下，因为确实太多了，它又有好几层。这里应该就是瞭望口吧。现在我们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下去，它这边左右两侧啊都是2层，然后呢都是有通道的。这个跟刚才我们从那边上去的一样陡峭。这里呢还能看到一些凹槽，直接真的是一块木板或者那个石板盖在这里的。从楼梯下来出去，从楼梯下来就直接是出口了。所以他们其实下面这一层啊，基本就是第2道的防御。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洞穴就参观完了，已经来到了湖边。大家想一想，以前这个水面很高的时候，你对面呢完全是看不到这里有山洞的。当时这个地主家里凿山为屋，把这座大山掏空，其实是花费了一段时间的。尽管说里面的建设比较粗糙，但是内部的设计还是比较牛的，让人大开眼界。所以说这里呢可以称的是地主的卧室，也可以说这里面呢是当年土匪的卧室。现在是废弃了，但是这里呢也是一个历史的缩影。